大家好，开始降温了。今天与大家分享六月雪盆景的制作与培植，希望我的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丝暖意。六月雪因花开似雪，飘有清香，深受盆景人的喜爱。六月雪适应能力强，耐修剪。现在出了很多新品种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根系比较发达，是制作提根盆景的上海素材。六月雪的繁殖非常简单，把剪下来的枝插到沙地上，10天半个月它就会长根。我现在玩的这些六月雪盆景，就是当年从市场上买来的几个苗培植出来的。六月雪生长还是比较快的，但六月雪的枝干很难长出，而且皮很薄，枝干很脆。玩六月雪，我尝试着玩了丛林、临水，主要还是玩提根比较多。对六月雪盆景的制作，掌握好时机还是很容易的。六月雪的愈合能力不是很强，选择六月雪的制作一般在9、10月份，这时候枝干含水分比较少，相对比较柔软。六月雪玩根还是不错的选择。对根的培植，一般采用高培土，根养成后要逐渐脱离土层。它跟榆树根还是有明显的区分，因为它的皮质层比较薄，你脱土太快，它容易干水。六月雪脱水失根也是它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在玩六月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。上盆的土一定要选择通风透气。六月雪喜欢水，但六月雪不能积水，积水就烂根。对玩提根的六月雪，尽量要保护好它的根，不要受到伤害。六月雪的根是直长，略带弯曲，所以它的根看起来比较自然。玩提根要结合造型进行，把它的根适当梳理一下，在外围用铝丝稍作固定。有人在玩六月雪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失根的现象，那是因为六月雪的皮层很薄，尤其是根部，在养护中遇到干盆和浸泡，很容易使根的皮层脱落。要想六月雪花开满枝，休息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六月雪一般是每年的5至6月份开发，休息的时间一般是每年的3到4月份。你这个时候把枝盘修平整了，它萌发的新枝就比较整齐。六月雪因为它萌发能力强，尤其在根部经常爆出很多小芽，这个时候你必须耐着性子把这些芽剪掉，因为它会消耗很多养分了。六月雪不喜肥，尤其是寄生肥，肥大了很容易使根腐烂。在正常生长期，如果你发现叶片黄了，那应该是根出了问题。造成这种原因一般是肥害，另一个就是干盆之后你浇了大水。你不要急着浇水，首先对叶面喷湿水，让它缓过气来，你再逐渐加水。玩盆景，水是最重要的。有的时候对不干不浇、浇着浇透的理解，还是要根据你所处的环境和树的属性来。感谢收看三七龙茶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见。